朋友們大家好啊，我是莉莉。前幾天印度那邊的快報登了一條消息，乍一看像一個普通的外交活動，但只是琢磨一下，裡面的信息鏈其實非常大。事情是這樣的，8月2號，印度駐使大館搞了一個開放日活動。他們本來的想法挺簡單，把在華工作生活的印度僑民請過來，聽聽大家的心聲，順便拍幾張全家福照片，回頭寫個報告，發個新聞稿，這事就算交差了。結果現場的氣氛跟預想的完全不一樣，僑民們不是來配合演出的，是帶着一肚子委屈來的。整個開放日直接變成了一場訴苦大會，大家集中抱怨了3件事。第一件，說中國互聯網上調侃印度的段子視頻太多了，什麼恆河水、摩托車疊羅漢，搞得他們在同事面前壓力很大，總覺得別人看自己的眼光帶着揶揄。第二件，說中國工作簽證實在太難辦了，材料要的是，審核周期長，等的人心焦。第三件，那些隨行的家屬配偶孩子過來了，但按照中國的法律規定，家屬簽證是不能工作的，一家子就靠一個人的收入。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房價、物價都擺在那裡，生活成本壓得人喘不過氣，家屬只能在家乾耗着。這些抱怨站在他們的角度，當然都是真實的焦慮。但真正有意思的是印度大使接下來的回應。他說，使館準備多開設一些官方社交賬號，發一些印度現代化的宣傳片，什麼高樓大廈、科技園、先進工廠，來消除中國網民對印度的刻板印象。這個回應一出來，坦白講，很多人心裡都咯噔一下。你用宣傳片去應對簽證問題、生計問題和社交壓力，這完全就是頭痛醫腳。但這恰恰是印度思維模式裡一個特別典型的縮影。他們習慣用公關包裝去替代解決真實問題。我今天就想順着這個新聞切口，我跟你聊一聊這場訴苦大會背後到底藏着哪些沒有被講透的真問題。如果我們只停留在表面，會覺得這是印度僑民在吐槽中國的政策太嚴，網絡輿論太損。但如果把鏡頭拉遠一點，去看看這些年發生的事情，你會發現，有些情緒的積累並不是一句刻板印象就能糊弄過去的。中國網民為什麼那麼熱衷於調侃印度呢？你說全是出於嘲諷心態嗎？其實不是。真正讓很多人心裡不舒服，甚至產生反感的，是一部分印度遊客、網紅，甚至短期入境人員，在我們這裡實實在在做出一些出格行為。你可能在網上說到過，有些印度遊客在大雁塔的音樂噴泉裡野浴，保安攔都攔不住。還有一些人未經報備，就在公共場所大搞灑紅節，相互撒置彩色粉末，玩的倒是盡興了，留下一地狼藉，最後還是中國的環衛工人默默收拾乾淨。更過分的是，有一些打着窮遊旗號的所謂網紅，利用中國人的善意蹭吃蹭喝，打車不給錢，回去以後在境外視頻平台上發視頻，剪拼接素材，惡意抹黑中國。這些行為一樁樁一件件都在網上留下了痕跡。普通人看完是什麼感受？我們會覺得，你來我的國家做客，哪怕不要求你感恩，至少得有基本的尊重吧。但有些人連這條底線都守不住，這些行為積累起來的情緒，遠不是大使館發幾段恆河心腸、孟買天際線的視頻就能沖刷掉的。你用宣傳片去回應行為示範，這叫拿錯藥方。再往深一層想，這種警惕心理其實不僅針對眼前看到的不文明行為，它背後還有一層更大的憂慮。這層憂慮是在西方社會已經被反覆驗證過的一套模式。我說的直白一點，就是部分人利用旅遊簽、短期商務簽入境，然後就黑下來，非法滯留，接着開始賺法律的空子，偽造材料，注冊空殼公司，搞掛扣工簽，一旦站住腳，馬上開啟鏈條式移民，把整個家族的人一個個都帶過來。這套手法在加拿大、在英國都引發過當地社區的強烈反彈，成了社會矛盾的火藥桶。現在這個苗頭，這種操作路徑的相似性，讓中國老百姓本能地亮起了紅燈。
所以你在網上看到那些調侃，那些帶有防範性質的段子，它的底層其實是一種提前預警，是在提醒大家規則不能被破壞，秩序不能被侵蝕。這根本不是文化傲慢，這是基於其他地方吃過的虧產生的一種自我保護式的警惕。聊完情緒層面的東西，我們再來看那個更現實的問題，簽證。很多印度僑民抱怨說中國簽證卡得太嚴，話裡話外的意思好像中國在有意針對印度，但這種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他把因果關係弄反了。我們得把中國簽證的政策邏輯講清楚。這幾年，中國對來華外籍人員的管理是在往統一規範的方向走。中國簽證明確限定在急需的高端緊缺人才，普通的本土的勞動力可以勝任的崗位，法律規定要優先保證本國就業。這是一套透明、普遍適用的規則，不是單獨給印度人設的門檻。對非洲朋友、對歐美朋友，標準是一樣的。那為什麼印度人會覺得簽證審核的門檻在不斷提高呢？這個問題真的應該去問問印度自己國內的一些中介機構，他們商務簽灰色產業鏈有多發達？大量空殼公司炮製假的商務邀請函，人進來以後根本不從事商務活動，直接去餐館打黑工，或者簽證到期了就徹底失聯。這些年各地公安出入境部門查獲的假材料案件，印度籍佔比相當高，這已經不是個例了。當造假和違規變成了一種常態，你讓中國的出入境管理部門怎麼辦？只能層層加碼，細化審查，延長核查周期。這就好比一個小區，如果訪客經常出問題，保安肯定會查得更嚴。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是那些違規的人自己把路走窄了，然後再回過頭來抱怨路不好走，這不是怨天尤人是什麼？還有家屬不能工作這是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對隨行居留許可的明確規定，從來都不是新設的障礙。配偶簽、家屬簽就是讓你來陪伴生活的，不是讓你來就業的。這個規則在很多國家都大同小異，可即使這個不行，那個不許，生活壓力這麼大，為什麼他們還是選擇繼續留在這裡，不回印度呢？這就要說到一個特別諷刺的現實了。你問他們回不回，他們心裡太清楚了。回到印度，很多地方連24小時的穩定供電和清潔自來水都保證不了。一個天天自詡硅谷 CEO 輸出國的地方，連自己最頂尖的高種姓精英都留不住，人才在用腳投票，這才是戳破所謂大國崛起包裝最尖銳的一根刺。而那位大使館提出的解決辦法，多開賬號發宣傳片這種思路，我把它叫做公關治國。在他們看來，問題不需要在物理世界裡解決，只要在賽博空間把濾鏡鋪滿就萬事大吉了。斷電停水了，不去修繕老舊的網管，發一組電網覆蓋率的宣傳片。外資被稅務稽查和朝令夕改的法規嚇得紛紛出逃，不去改營商環境，而是花錢在國際媒體買版本發吹捧報告。航空事故頻發，不去系統性整頓安全，反而剪輯特效視頻炫耀自己是亞洲第一戰力。這種遇事不解決真問題，而是製造幻覺覆蓋問題的路徑依賴，現在依然連本國僑民的切身困境都要用建賬號發視頻來應對了。這已經不是大國外宣了，這完全變成了一種自我麻醉。而他們最依賴那層寶萊塢濾鏡，在短視頻時代正在加速破碎。過去西方媒體壟斷秩序，他們可以買專版投廣告，堆砌出一個平凡大國的樣子。但現在不一樣了，全國各地的普通人拿起手機拍的恆河岸邊的貧民窟，遮天蔽日的空氣污染，街頭隨處可見的露天便利，這些未經修飾的畫面通過算法分發到了全世界。這不光是中國網民在挑剔，你到中東、到東南亞、到歐美任何一個網絡社區去看，全球網民對印度某些社會亂象的調侃和不解，呈現出一種驚人的一致性。這已經構成了一種我稱之為全球網民的審美公約數。如果幾十億人的感官都差不多，那問題出在誰的眼光上，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我們可以再延伸想一想，迪莫政府現在確實很着急想去修復對華關係的，他們渴望修復直航放寬簽證，把中國的一些外溢產業鏈條接過去。這種急切本身就承認了一個現實，光靠 PPP 吹不出來製造業體系，還得靠實打實的基礎設施、供應鏈效率和技術轉移。但印度現在處在一個非常擰巴的矛盾狀態裡，一方面想靠攏中國獲取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國內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又需要縱容，甚至動不動搞反華操作來轉移國內矛盾。對於出境印度人的種種違規行為也缺乏約束的意願，這種經濟上靠攏、政治上對立的精分狀態，最終的苦果是誰來嘗？就是這些夾在中間的海外僑民，他們承受着臉頭不討好的壓力，在大使館裡訴幾句苦，得到的回應卻是我們會多發視頻。往更深遠的地方看，現在全球供應鏈正在被人工智能和數字化浪潮重塑。決定一個國家能不能捉住機遇的核心要素，早就不完全是廉價勞動力了。真正關鍵的是人才的流動性、社會的秩序感，以及整個商業環境帶來的信任度。一個連本國精英都不願意留下的國家，一個對自己僑民在海外行為失範都無意去約束的政府，你說你發再多的宣傳視頻，能贏得真正的尊重嗎？尊重這東西，它是靠實力和品行掙來的，不是靠剪輯剪出來的。說到底，中國網絡上那些調侃不過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可能照得人不舒服，但是它清晰殘酷，不怎麼留情面。印度如果真的想讓這些聲音徹底消失，方法其實特別簡單，根本不需要去費勁開設什麼新賬號，下決心把國內的公共治安搞好，讓空氣清新，讓河流乾淨，讓年輕人有希望，這是一個層面。另一個層面，約束好自己的出境國民，停止那些投資式的國際抹黑，真正培育出值得信任的商業和法治環境。到那個時候，根本用不着大使館費心去投放什麼濾鏡視頻，中國網民自己就會伸出大拇指。如果這些根本性問題依然被回避，只是靠製造新的公關幻覺糊弄過去，那麼我們今天就可以做一個預測：10年後，同樣的場地，同樣的開放日，這群僑民抱怨的還會是同一套說辭，一個字都不會變，因為問題沒動，它就一直在那裡。歷史給過很多國家機會，但機遇窗口從來不會為拒絕面對真實問題的公關幻覺而停留。這就是我對這件事情的全部思考，我們下次再聊。